比特币崩了，多单该如何处理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在刚刚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这张多单啊，这2张多单依然有将近400万台币的利润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扣掉资金费率的话，仅仅剩下300万台币而已。那刚刚的这波下跌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好，那如果你也想交易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我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。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的战队交易比赛科比托的战队，因为我有信心可以带领大家瓜分$10万的奖池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盘面，我们从周线来看其实我们这一波上涨呢，已经上涨了80个百分点了。80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？我们从25000的最低点呢，到我们最高点呢，大概在45000左右啊，就是80个百分点。那其实我们从周线上涨的这80个百分点以来呢，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周线级别的回调，确实是还没有的。那我们可以复盘一下你说在周线级别有这种80个百分点的涨幅，然后还没有回调的，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至少在这种过往大多数的行情是不会有的。像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地方它上涨也是上涨80个百分点左右，然后我们就迎来了非常大的这种轻杠杆。那为什么要有轻杠杆或者说杀多头呢？其实这个对于庄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，让该上车人上车，该下车人下车。然后如果你是有这种多单大幅盈利的，或者说杠杆开很大，它总不可能一直在上涨都没有回调，然后让你一直拿着，这个是确实是不可能的。那如果我们来了这种周线级别的回调呢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担心呢？或者说如果它杀杠杆的话，其实我们现在呢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资金费率已经居高不下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主流的交易所，包括币安、第二大的 OK， 还有 Bybit， 其实 Bybit 现在的持仓量呢，还有交易量已经要慢慢赶超 OKX 了。虽然说它的存款的部分还没有 OKX 多，但是交易量、持仓量 Bybit 已经要赶超过 OKX 了。基本上前3大就是很稳定币安、OK、Bybit，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资金费率呢，都是来到已经很夸张了。而且如果我们看时段用时段的这种观念去看的话呢，它也是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了。那我做的是 B 本位的多单B 本位它的资金费率呢就不会有像 U 本位那么夸张。你可以看到Bybit、OK 还有币安比如说币安是这个2/1000、2/1000、1/1000，它都比U 本位要来的更低一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 B 本位会有人去做套期保值。那他们做套期保值就是B 本位1倍杠杆去做空嘛，对不对？就套期保值。那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群人在做套保，所以本身就有一群做空的人，那它的这个多方的这个力量就不会显得这么强。所以其实我做多嘛，那做在 B 本位上面，这个资金费率也比较低也比较低。其实如果仓位价值一大，资金费率低的话，长期下来这个还是很大的一笔金额对，这个也是。所以其实在多头走势当中老手都知道一定要做 B 本位，有很多个好处第一个是资金利用率，第二个就是资金费率，当然还有很多种好处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日线级别吧。其实我现在的战略就是呢，我认为确实我们如果要轻杠杆的话呢，往下它是会打出一点空间的。当然你说最快速的方式就是透过这种很快的下跌，然后很快上来。因为其实庄家他要杀杠杆呢，他要达成2个效果。第一个就是要杀杠杆，那就必须跌得够深。如果跌得不够深的话，像你看我们在最近它有下跌，但是你看杠杆它有被清掉吗？多头有被清掉吗？其实还好，这个效应不明显。所以一定要把深度给打出来，不然多头是不会愿意走的。那再来就是它往下打、往下跌的时候呢，它不可以让散户再上车，因为如果说真的跌的这个价位太甜会有很多散户上车，那是当然对庄家来说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它要够快，这样散户才没有机会上车。那它深度要很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其实我们往下它留的这个深度是并没有很深的。那如果说我们往下打、往下跌的话，入场价位就会变得非常关键。我认为38000会是一个分水岭。如果说你的多单、你的现货建仓的位置是在38000的下方，我认为它的回调呢，确实是需要担心，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稍微拿一下。像比如说我的现货、我的多单，我都还会拿的，即使它跌到了38000也一样。那如果说你的价位呢
是在4万的上方所开出来的多单所买的现货，那我认为就非常的危险了，因为我们往下回调，它是需要空间的，它很容易就可以回到4万，那回到4万的话，你就会需要扛浮亏，这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我现在的战略呢，就是如果说38000以下的，我还是会继续拿。那如果说是4万以上的，那我认为就会有非常大的风险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是不可能考虑以任何形式加仓的，因为我认为杠杆还没有被清完。那直到我们真的发现了，杠杆什么时候被清完了？杠杆什么时候下跌，然后清完了？那我认为那个时候才是入场点。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下跌的入场机会的话，比特币、以太坊这个是我一定会买的。那再来就是山寨币嘛，那山寨币主要就是2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主流的山寨币，比如说像 Solana 啦，然后 Cardano 啦、Avalanche 啊等等的。那再来就是铭文赛道，就现在很火热的。其实铭文的5大项目呢，其实我们刚刚在直播当中也有为大家整理。第一个就是Ordinal， 就是这个ORDI 嘛 ，OD。那第二个就是 Sets， 然后 Rats， 然后 IMX， 然后第五个就是 Metis。我们可以为大家稍微整理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 Ordinal，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Sets， 这个也是很火热的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Rats，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IMX， 第五个呢就是 Metis。基本上如果你要走铭文赛道的话，就是这几个币种。那我也会以这几个呢作为我主要抄底的对象。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这个有很深的跌幅，它出现的时候，我就会做这些操作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是不可能再加仓的，现货不会加仓，合约也不可能再加仓。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累积好本金，然后做好风险。如果你的价位真的开得比较高的话，好，那其实我们现在呢，在日线呢，我们出现了一个上升三角，在这里我们出现过一个上升三角，后来往上破了。那前提是它没有把下面这里给跌破。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一样，我们出现了一个上升三角，然后走出来之后呢，它现在感觉是要破不破的。那如果破了的话，我认为就很不妙啊。那确实啊，以现在来看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，风险绝对大于往上就直接突破的这个可能性。其实资金费率很高的时候，就真的不可能暴涨，确实就不可能暴涨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到4小时。4小时的话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啊。现在其实在走收敛嘛，那其实这个收敛呢，我认为也还没有走完，对，也还没有走完。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这个，你说趋势线到底破了没？它往下其实都插的都是针啊，除非我们真的收了实体在下方，不然我们很难说这个三角它已经表态出方向了。那我们一直有谈到，如果说比特币它还能在43200以上走的话，那就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但可以发现，它跌破之后呢，基本上大多的时间呢就已经在43200之下，那确实这比较有风险了。那我们现在确实也在42000左右的这个支撑呢，有撑了一阵子。你可以看，我们其实在前面有非常多换手的这种表现，在这里也都有2次的支撑。那如果这里再往下破的话，其实就是4万了啊，4万如果再破，那我们就要看到38000，就会很不妙。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点位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从它周线上，它在周线上小牛的涨幅里面呢，其实它从过往上一轮到这一轮呢，以太坊在小牛的表现都是比较弱的。而且如果你是在这波多头走势当中，你做的是以太的现货、以太的多单，你一定深有体悟，就是以太都不太涨，涨的都是比特币。那其实小牛呢，过去就已经是这样子了。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啊。我们在上一轮小牛市的时候呢，我们走了整段熊市下跌的236的反弹，下跌之后的反弹呢，我们是打在不好意思哦，下跌之后的反弹，我们是打在236的位置。那这个236呢，其实对比比特币就小了很多，因为比特币它可是很完美的打在了618，所以其实，在小牛当中呢，比特币它的涨幅或者说它的强势的程度呢，绝对是要比以太坊要来的更强的。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上，以太坊涨得比较凶猛的这种认知呢，其实是从牛市来的，它不是从小牛来的，因为小牛就不是这样的。你可以看到618，那以太坊相对应的呢，只有到236，它本身就比较弱了。而且其实，在一波趋势当中呢，通常是强者很强，那弱的呢，它就一直很弱。或者说，我们就不应该先布局，因为我们猜不到它什么时候会开始变强。等到它真的开始变强了，我们再布局进去都来得及了，都来得及了。那其实现在
比特币呢也已经走到了0.5，然后往618迈进了。那以太坊呢，到现在它也只是在382而已，所以它一直都是比较弱的。从上一轮就是这样子，它现在就是在382的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。那比特币呢，它相对应的已经来到了0.5，甚至要往618迈进了。你可以看到0.5，它一样也是针对熊市下跌之后呢，然后上涨。那以太坊，我们再切小一点级别来看，我们切到日线的话，比较关键的价位呢，大概就在2100这个位置。如果2100跌破的话，那就非常非常不妙，非常非常不妙。以太坊在最近确实有变得稍微强势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在4小时走了一个假突破，针对前高的假突破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。尤其在日线上呢，它是收了一个 shooting star 射击之星，这当然也是一个看空的信号。那我们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2330、2320左右的这个支撑能不能撑住？目前看起来好像是逐渐要失守了。在这里呢，阻力，然后支撑，它都有换手的位置。那现在好像是失守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。如果说这里真的失守的话，那就很不妙了。OK， 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